Hello，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上午呢，我去注射了疫苗，然后这个注射的地方呢，离我家不太远，大概走路只需要15分钟左右。那个地方原先是一个溜冰场，然后现在呢，因为特殊时期，所以被征用，用来打疫苗。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呢，他打完以后呢，他刚打完就觉得他的手臂有一点酸疼的感觉。我刚刚打完的时候呢，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也不觉得疼，也不觉得就是没有感觉。然后我一直是等到2、3个小时以后，就会觉得有一点酸胀。然后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手臂这样抬起来，就会有酸胀的感觉。今天呢，我是去打第一针，然后9月份的时候再去打第二针，好像差不多要4个月以后了。那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在打第一针的时候是没有很大反应的，到了第二针，可能有些人会有发烧的症状。我会看一下，希望我不要有什么太强烈的症状。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聊抑郁症。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知道，抑郁症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抑郁情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抑郁情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或者是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我们经常会说啊，我最近有一点抑郁，或者说啊，我抑郁了等等。这个呢，就是说，当你觉得抑郁的时候，你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导致你抑郁的。那抑郁症呢？一般就是在发病的时候，一般是比较难找到就是外在的原因的。因为抑郁症患者一般来说呢，他脑中五羟色胺的水平要比一般人低，而且他的海马体就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区域叫海马体，海马体呢也要比正常人要小，所以说抑郁症。是需要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药物来控制它的。当然，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不想科普抑郁症。虽然说我曾经读过1年多的心理学，然后也拿了一张国家心理2级咨询师的证书。但是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什么是抑郁症，那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有很多视频都是介绍抑郁症的，并且他们也有介绍抑郁症和普通抑郁情绪的区别。我觉得很多视频都拍得非常的不错。那我今天只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我身边的一些抑郁症患者的例子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抑郁症其实离我们都并不遥远。那如果你身边有抑郁症的朋友的话，请不要歧视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去看医生。因为现在就是心理咨询师也好，就是专门的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第一个我想说的呢，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叫张国荣。他演过好几部王家卫的电影，比如说《阿飞正传》、《春光乍泄》等等。我觉得他在国际上也有一点名气，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他？在2003年4月1日呢，他从香港的文华酒店的24楼纵身跃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他只留下了寥寥片语。他是这么说的：depression
这一年以来我一直很辛苦，不能再忍受。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大家都知道4月1日是一个什么节日？4月1日呢是愚人节，所以当时大家都以为这是媒体在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一个非常敬业、阳光又善良的明星，而且一个那么成功的一个外在给别人感觉如此光鲜亮丽的明星会选择自杀。当时真的是没有人能想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呢，是我曾经的同事。她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小姑娘，平时呢，你根本看不出她有抑郁症，因为她，比如说遇到你在公司里面遇到你，她会主动跟你打招呼，然后呢，跟同事也是有聊天，你最多只是会觉得她可能有一点腼腆。腼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腼腆呢，我们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有一些害羞，或者说有一点内向，我们用腼腆这个形容词。也是非常突然的，就是突然有一天呢，我们就听说他，因为身体的原因，请假回家了。而且呢，一请就是请了蛮长时间的假。然后又有一天就听说他跳楼了，跳楼自杀，然后呢没有救回来。当时我们大家也都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之前说他生病请假，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我们以为是身体上的疾病，大家都没有想到是抑郁症。然后一直是等到他去世以后，我们才了解到原来他有抑郁症，而且正是因为抑郁症导致他走上了这条路。这也是第一个发生在我身边非常非常近的一个抑郁症的例子。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我上个星期刚刚遇见的一个人。也是因为他才让我想起我想在今天的视频里面聊一聊抑郁症这样一个话题。那他呢是蒙特利尔当地人，我们呢是在网上认识的，因为我想找人练习法语口语，所以呢我就找到他。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告诉我他已经被抑郁症困扰了大概有15年之久。15年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跟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一样，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他有抑郁症。如果他不是亲口告诉我，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他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和善的人，而且人也超级有耐心。就是因为我的法语说的也不好，有的时候说的也非常慢，有的时候呢又不能完全表达自己，但是他非常非常耐心，纠正你啊，然后也等你说下去啊，就是完全不着急这样子。再加上呢，他长得也非常帅。工作也非常好，人又非常非常的有幽默感。我觉得他的幽默感就像是从骨子里面透出来的那种幽默感。那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他跟这样的一个人跟抑郁症有什么联系。而且就是我真的是非常为他觉得感到心疼，因为竟然被抑郁症困扰有15年之久。那因为我跟他不是非常的熟，所以呢我也没有好意思去问他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细节。但是他有跟我说，就是他平时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抵抗抑郁症呢？就比如说他会用大麻。
大麻在加拿大是合法的，所以他每天可能都会控制一定剂量的大麻，来服用这样子。然后还有呢，就是他非常喜欢骑自行车，他就是会骑非常长距离的自行车。因为我后来其实我有了解，就是说抑郁症患者呢，如果你去运动，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因为当你去运动呢，运动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而且呢长时间的运动以后，人会有一点疲劳，这样晚上你的睡眠就会变得好一些，这样子。而且呢，他还会做什么？他还会做冥想，就是他告诉我冥想对他也是很有帮助。所以呢，就是其实一个抑郁症患者他自己为自己也真的是为了这个疾病也真的是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去抵御这个抑郁症这样一个疾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有抑郁症有你身边有抑郁症患者的话，真的要给他特别多的支持和鼓励。所以在视频的刚开始我也说了，抑郁症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而且呢，我也呼吁大家要关注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心情不好，已经有超过2个星期了，那我就建议大家去做一下抑郁自测量表。那你们在 Google 上面，比如说搜SDS， 就可以找到一份比较专业的，就是抑郁症自测量表。那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如果一旦觉得不太对呢，还是要找专业人士去帮忙。我还在我的 description 里面呢贴了一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在 TED 的演讲。他呢，我觉得他的演讲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了解，抑郁症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是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就是他讲了一些他自己的经历，包括抑郁症发病的时候，他的一些想法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非常能够帮助我们那些普通人了解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 description 里面去找这个视频的连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